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手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哦。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记得先点击下方红色订阅按钮，再打开旁边小铃铛，这样每次有新影片，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也帮我按个赞，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谢谢大家。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好，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我觉得真的是改变世界的主题。你想想看，如果有一个 AI 是由一个前西洋棋神童打造出来的，然后他居然解决了困扰整个生物学界长达半个世纪的最大谜团，这听起来是不是很像科幻电影的情节？但这却是真实发生的事，而且这个谜团的答案不只是学术上的突破，它还直接关系到新药的开发、疾病的治疗，甚至有可能会彻底颠覆我们对生命这两个字的理解。好，今天我们这个故事会分成5个章节，带大家一步一步走过这段超级精彩的旅程。我们会从 DeepMind 的创办人 Demis Hassabis 他的童年开始讲起，看看他怎么样从一个热爱下棋的小孩子，一步一步变成 AI 界的传奇人物。接着我们会深入拆解当年震惊全世界、改变围棋历史的 AlphaGo， 他到底是怎么学会思考的。最后也是今天的重头戏，我们会看到这项强大的 AI 技术是怎么样跨界到生物学领域，用 AI 来彻底改变科学研究的游戏规则。故事的主角就是这位 Demis Hassabis， 他从小就是一个西洋棋天才，但对他来说，下棋这件事从来都不只是为了输赢。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个棋盘对他来说就像是一个微缩的大脑，上面的每一颗棋子，每一次的进攻防守，都像是在模拟我们大脑里面神经元的一次次碰撞跟活化。所以他真正在意的是棋盘背后那个我们看不见的、那个抽象的思考宇宙。这句话真的可以说是他一辈子追求的核心。你想想看，当他还是个小孩子，在棋盘上跟对手激烈厮杀的时候，他脑中想的居然是：我们的大脑到底是怎么想出这些策略的？智慧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我们有没有可能用程式码去复制它？就是这个念头成了他后来创办 DeepMind， 然后立志要追求通用人工智慧，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AGI 的那个最原始的火种。那所谓的 AGI 指的是什么？它不是那种只会下棋或只会开车的专用 AI， 而是一种跟我们人类一样，可以学习、可以思考、可以解决各种不同领域问题的通用智慧。这个东西可以说是整个 AI 领域的圣杯了。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经历，你就会知道这个人有多么的聚焦。4岁就开始参加西洋棋比赛，11岁就自己动手写了第一个 AI 程式。后来他大学毕业，先去游戏公司工作，然后又跑回去念了一个认知神经科学的博士，就是为了从最根本的源头去搞懂我们的大脑是怎么运作的。最后在2010年创立了 DeepMind。你看，从他童年的热情一路到创办世界顶尖的 AI 实验室，这条路他走得非常非常的笔直，目标明确到有点吓人。这也告诉我们一件事，真正的天才往往不是什么都会，而是在一个他热爱的领域里面钻研到极致的那种偏执狂。好，有了公司，有了顶尖团队，那接下来第一步要做什么？ Hassabis 选择了一个非常聪明的策略，他决定用游戏来当做 AI 演算法的试炼场，这就像是给 AI 一个最完美的沙盒，一个练功房。为什么？因为在游戏里，规则是固定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赢嘛，对吧？而且最重要的是，数据可以无限生成。AI 可以一天24小时，一年365天不断的练习。这比起在混乱的现实世界中去搜集数据，效率要高太多太多了。用这种方式，你就可以非常清楚地量化你的 AI 到底有没有在进步。而他们选择的终极试炼场就是围棋。围棋这个游戏真的跟西洋棋完全不一样。西洋棋的重点很大程度在于计算，你算得比对手深，比对手远，你的赢面就大。但是围棋的棋盘更大，变化更多，很多时候它靠的是一种直觉，一种对于棋形的感觉，也就是我们高手常说的大局观。这是一种很抽象、很艺术性的能力，
所以几百年来，围棋一直被视为是人类智慧的最后一座堡垒，是 AI 不可能跨越的一道高墙。接下来这点超级重要，为什么围棋会这么难？你看荧幕上这个数字，10的170次方，这是什么概念？科学家估计，我们整个已知宇宙中所有的原子加起来的总数都还没有这么多。这代表什么？这代表你不可能用暴力破解法去穷举所有可能性。电脑的算力再强，也不可能把每一步棋之后的所有变化都算完。所以 AI 必须要学会像人类高手一样去思考、去判断。它必须要能够从这个看似无限的可能性当中，凭借着一种直觉去找到最好的那几步棋。这就是从单纯的计算到真正智慧的巨大鸿沟。重点来了，那 DeepMind 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他们发明了一种革命性的方法，结合了自我对弈跟强化学习。简单来说，他们打造了2个神经网路，一个叫做策略网路，它的工作是判断下一步棋走在哪里比较有机会赢；另一个叫做价值网路，它的工作是评估目前的整个盘势是谁占优势。然后呢，他们就让 AlphaGo 自己跟自己下棋，下了几百万盘，甚至上千万盘。他完全不需要人类教他什么定时、什么策略，他是从零开始，在一次次的失败中自己去学习。赢了就给自己一个奖励讯号，输了就去调整内部参数。慢慢的，他自己就领悟出了围棋的真谛。最后，在2016年，他以4-1击败了当时的世界冠军李世罗，震惊了全世界。而且那一战不只是单纯的胜利 ，AlphaGo 还下出了人类几千年棋谱都从来没见过的创新棋步，也就是后来非常有名的第37手。这证明了他不只会模仿，他还拥有了真正的创造力。搞定了围棋这个 AI 界的圣母峰之后 ，Hassabis 并没有停下来开香槟庆祝，因为对他来说，游戏从来都只是手段，不是最终目的。他终于可以回过头去挑战他心中那个最初也最宏大的目标——蛋白质折叠问题。这个问题其实从他还是个大学生的时候就一直萦绕在他心头。他一直认为，如果 AI 真的能够理解智慧的本质，那它就应该要能被用来解决人类最根本、最困难的科学难题。所以，到底什么是蛋白质折叠问题？简单来说，蛋白质就像是我们身体里面无数个微小的奈米机器，我们几乎所有的生命活动都是靠这些小机器在运作，而决定一个蛋白质功能的关键就是它的3D 立体结构。为什么这个结构这么重要？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把钥匙，只有它的形状完全正确，才能插进对应的那个锁孔里面，去启动或是关闭我们身体里的某个化学反应。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只看基因序列，就准确预测出蛋白质的3D 结构，那就等于是拿到了一大串可以通往人体所有奥秘的万能钥匙。这对于药物设计、疾病治疗有着无比巨大的潜力。如果你刚刚觉得围棋那个10的1070次方已经很夸张了，那你再看看这个数字10的300次方，这就是生物学界非常有名的 Leaventhal 悖论。这个悖论是在说，如果一个蛋白质要靠随机碰撞、随机尝试去找到它唯一那个正确的折叠结构，那所需要的时间会比整个宇宙的年龄还要长上好几倍。但最神奇的是，在我们身体里面，蛋白质却可以在短短几毫秒之内就自动精确地折叠成正确的形状。这就表示这个折叠的过程一定不是随机的，而是有某种我们还不知道的物理规则，或是某种捷径在引导它。几十年来，全世界最聪明的科学家，他们的目标就是要找出这个隐藏在生命背后的规则。我们继续看下去。为了鼓励大家来解决这个超级难题，学术界从1994年开始，每2年就会举办一个叫做 CASP 的比赛。你可以把它想成是蛋白质结构预测这个领域的奥林匹克。你看这张图，在2018年之前，全世界最顶尖的团队分数大概都在40分左右徘徊。10几年来，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太大的进展，大家几乎都觉得这问题可能真的无解了。
然后在2018年 ，DeepMind 带着第一代的 AlphaFold 横空出世，你看这个分数，砰，直接飙到快60分，把所有人都远远甩在后面。但这样还不够，因为科学家普遍认为，要达到能够对实验室研究真正有用的原子级准确度，分数必须要超过90分这个门槛才行。结果呢，大家还在赞叹的时候，2年后，2020年，他们带着全新的 AlphaFold 2回来，直接拿下了平均92.4分的惊人成绩，彻底跨过了那道曾经被认为遥不可及的门槛。AlphaFold 2的这次成功，基本上就宣告了这个困扰科学界整整50年的大难题被解决了。当时结果一公布，整个生物学界可以说是完全沸腾了。那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是不是又像 AlphaGo 一样有什么秘密武器呢？好，接下来我们就来揭秘。当时 CSP 的主办方之一 John Mote 教授，他直接就在结果发布会上公开宣布，他说，在某种意义上，这个问题基本上已经解决了。这句话在治学非常严谨的科学界是一个非常非常罕见的宣告。你可以想象这个突破有多么巨大。它不是每年进步一点点那种，而是一个时代的终结跟另一个全新时代的开始。其实AlphaFold 2的成功并不是靠单一的什么银色子弹，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混合系统。它的核心概念是把这个折叠问题当成一个图形问题来解决。它会把氨基酸序列看成是一个一个的节点，然后去预测这些节点之间的距离和角度，就像在画一张3D 的社交关系图。最关键的一项创新是，它引入了一个叫做注意力机制的架构，这跟现在很红的 Transformer 模型，也就是 ChatGPT 的底层技术有异曲同工之妙。AI 会去注意序列当中哪些氨基酸彼此之间可能有关联，即使它们在序列上其实离得很远。而且呢，整个团队是跨领域的，不只有 AI 专家，还有真正懂生物、懂化学的科学家。他们把很多已知的物理学跟生物学知识，像是演化上哪些结构比较不容易改变，哪些折叠方式在能量上比较稳定等等，都直接写进了 AI 的架构里面。最后，它是一个端到端的系统 ，AI 会不断的把预测出来的3D 结构再丢回去当做新的输入资讯，进行自我修正，一轮又一轮的去逼近那个最准确的答案。当你以为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一个科学难题被解决了，大家可以回家庆功了。不，其实最精彩的部分现在才正要开始。解决了蛋白质折叠问题，就像是人类文明突然之间发明了显微镜一样，我们突然有能力可以看到一个过去我们完全未知的微观世界。这把万能钥匙即将要打开无数扇过去被紧紧锁住的大门。你看这张图，这个对比真的太疯狂了。过去几十年，全世界的科学家花了无数的经费和时间，辛辛苦苦的用 X 光绕射、冷冻电显这些又贵又耗时的实验方法，总共解析出来的蛋白质结构大概是17万个。而 AlphaFold 在短短1年之内就预测了几乎所有已知物种的蛋白质结构，数量超过2亿个，这个数量超了将近1000倍。但更重要的是， DeepMind 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们把这个包含2亿个蛋白质结构的资料库完全免费开源地开放给全世界的科学家使用。这个举动可以说是直接把全球生物学研究的进度条一口气往前拉了好几十年。那这些资料库到底能干嘛？它的应用真的多到说不完。比方说，现在就有科学家正在用它来研究怎么样设计出能够分解塑胶的酵素。他们透过 AlphaFold 去预测这些细菌里面酵素的结构，然后试图去改造它，让它吃塑胶的效率更高，希望有一天能解决海洋污染的问题。或者在药物开发上，很多像是疟疾这种主要影响穷困地区的疾病，过去大药厂因为利润不高，投入的研究资源很少。现在很多非营利组织的科学家可以直接用 AlphaFold 的资料库来寻找药物的标靶，大大加速了新药的开发进程。甚至我们对生命最根本的一些机制，像是细胞核的核孔复合物，这个整管细胞内外物质交通的超复杂结构，过去科学家花了20年才搞懂它的一小部分，现在有了 AlphaFold， 整个结构的蓝图几乎都被解开了。这也带出了 Hassabis 一个更宏大的愿景。他认为，
就像当年牛顿跟赖布尼兹发明了微积分，我们才终于有了一套可以精确描述物理世界的语言一样， AI 很有可能就是那套用来描述复杂生物学最完美的语言。因为生物系统实在是太复杂、太混乱了，很难用几个简单优雅的数学公式就把它说清楚。但是 AI 这种擅长从海量数据中去寻找模式的学习系统，却有潜力能够真正的去掌握这种生物的复杂性。好，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我们看到 Demis Hassabis 如何从一个对思考本身感到好奇的西洋棋神童，一步一步打造出 DeepMind 这个 AI 帝国。他们的核心策略就是先用游戏当作练兵场，打造出能从零开始自我学习的强大 AI， 也就是 AlphaGo。接着，他们把这股力量转向真实世界的科学难题，用类似的思维，再结合跨领域的专业知识，打造出 AlphaFold， 一举破解了困扰生物学家半个世纪的蛋白质折叠问题。这不只是一个技术上的胜利，它更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数位生物学时代，让 AI 成为我们探索生命奥秘最强大也最普及的工具。所以最后也留给大家一个问题思考一下，既然 AI 已经解决了一个被认为无解的科学难题，那么下一个被它攻克的领域会是什么？是材料科学、气候变迁和融合能源，还是其他我们现在根本想都想不到的领域呢？未来真的充满了无限的想象空间。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肖，我们下次见，拜拜。